大家好，我是戴着镜的话筒的拉擦片片。今天我们接着来说《美恐》第9季1984的第4集。上集咱们说到，帅帅、特长哥要去营救下落不明的胖婶和眼镜姐，另一边放出叮当叔的黑妞在停车场麻醉了小白，把他抓了起来。仓皇逃命的铁柱也被叮当叔一斧子开了窍，而夜行者跟阿莲之间居然还有一腿，正是阿莲把夜行者带到了营地。原来他俩早就认识。当年阿莲在健身房教健美操，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，夜行者鬼使神差走进了教室，两个人就这样在教室里尬聊了起来。阿莲还调侃起别带夜行者腰间的刀，夜行者对他更好奇了。这个女孩遇到自己居然一点也不害怕，真的好单纯，好不做作。爱情的种子就在夜行者的心里萌芽了。这时教室里有个盖里盖气的学员怼了阿莲一句，都被夜行者看在眼里。晚上阿莲来到了更衣室准备回家，竟然发现了那个学员的尸体，这自然就是夜行者给阿莲准备的惊喜。可一般人估计就吓尿了，可阿莲不是一般人，当场兴奋的就要以身相许报答夜行者。两个人就这样在师姐面前成长了一番云雨过后，阿莲希望夜行者帮自己杀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小白。还记得第2集小白和阿莲讲述自己婚礼上的遭遇吗？新郎杀掉了伴郎和未来老丈人，而这个伴郎竟然就是阿莲的兄弟。阿莲和他的关系很好，他认为兄弟的死跟小白脱不了干系，希望夜行者帮自己干掉小白，为兄弟报仇。但是夜行者显然业务能力不到家，2次出手不仅没干掉小白，反倒被人家给教育了一顿。这次阿莲坐不住了，他告诉夜行者要速战速决，因为红木营地里不止他一个杀人狂，叮当叔也现身了。一听到叮当叔这个名字，夜行者来劲了，他一直自诩为撒旦之子，这要是不跟叮当叔干上一架，怎么向自己的老父亲交代呢？我们再来说说帅帅、特长哥、大壮3个人的情况。大壮受的伤不轻，3人只好先来到医务室找药，长时间的失血让大壮昏死过去。幸好特长哥给他打了一针肾上腺素，把大壮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。特长哥还幻想着铁柱能去报警，但是大壮无情的击碎了他的幻想，把铁柱在大学时失手杀人，来这里是为了躲避警察调查的事全都说了。一说到钙片，帅帅突然灵光一闪，他们可以去浴室门口开经纪人大叔的车离开啊。3个人分工明确，帅帅去找胖婶，特长哥去找眼镜姐，大壮留在医务室里保存体力，等2人回来。临走前，特长哥还给了大壮一把小剪刀防身。大壮心里也很纳闷，我现在这个状态能打得过谁？给我把剪刀是让我防身啊，还是让我切腹自尽啊？咱们不管大壮，先跟随帅帅来到餐厅。胖婶正在做三明治，对外面发生的血腥杀戮一无所知。帅帅还来不及细说，索命鬼叮当叔就来到了餐厅。帅帅见势不妙，赶紧躲在了桌下，留下胖婶跟叮当叔1v1。胖婶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要镇定，居然跟叮当叔唠起了家常。好久不见啊，丁哥，气色不错啊，要不要来一套煎饼果子？我给你加个蛋。这2个人14年前一起在红木营地工作过，也算是老同事。叮当叔也就没有第一时间对胖婶痛下杀手，算是暂时被稳住了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躲在桌下的帅帅不小心发出了声响。叮当叔觉得胖婶是故意转移自己注意力，好给帅帅制造杀他的机会，气得他先把帅帅打晕，又插了胖婶几刀。看着一旁昏迷的帅帅，叮当叔把他塞进了烤箱，开了大火，准备做一道香喷喷的小火鸡。很快，帅帅苏醒，发现形势不妙，高温已经让他的皮肤开始融化，烤箱的门又被叮当叔拿东西卡住。就在帅帅即将领盒饭的时候，被捅成筛子的胖婶居然奇迹般的恢复了意识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帅帅救了出来。重伤不治的胖婶又拿出了一把刀，让帅帅给他一个痛快。帅帅也明白现在的胖婶生不如死，于是含泪杀掉了他。此处非常感人，就是帅帅残破不堪的肉色皮手套让人有点出戏。看着胖婶的尸体，帅帅心中充满了愧疚。但是现在还不是伤感的时候，他拔出刀子准备防身，离开前照了照镜子，自己引以为傲的小脸蛋已经面目全非。咱们再来看看眼镜姐这边，她来到男生宿舍查寝，发现门口有2具尸体，就是上集男生宿舍外靠在叮当叔的那2个铁憨憨。说是特长哥也找到了眼镜姐，说叮当叔就在红木营地里大开杀戒，咱们赶紧逃命吧。没想到却被眼镜姐一口回绝，理由还是那句老娘有枪怕什么。特长哥觉得眼镜姐怕不是失了智，只好丢下他自己跑路了。目送特长哥离开，眼镜姐又开始调查起2具尸体，很快就有了新发现。眼镜姐到底有什么仰仗？居然连曾经差点杀掉自己的叮当叔都不怕了。咱们先按下不表，来看看女主小白的情况。被黑妞弄晕之后，小白在一个小房间里醒了过来，她大声呼救，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，只好用尽全力撞开了门。摆在她面前的是2条路，一条是通往公路的大路，一条是通往营地的小路。现在电话线已经被切断，走下山报警显然有些不太现实。营地里虽然危机四伏，但只要找到汽车就能拥有一线生机。于是小白不再犹豫，走向了通往营地的小路。但这道选择题小白做错了，黑妞早就在小路上布置了各种陷阱，小白不仅被刺伤了肩膀，还被吊在了树上。话说黑妞这么一个心理学家，为什么陷阱设置的如此熟练？看来以前缺的事没少干。黑妞走到被包成粽子的小白面前，说大路小路都被他安上了陷阱，不管走哪条都是逃不出去的。他也告诉了小白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就是他帮助叮当叔逃出了医院，为的是可以在实战中研究叮当叔，探究他的杀人动机。而现在的小白就是专门送给叮当叔的猎物。黑妞躲在一旁等着看好戏，不过发现小白的不是叮当叔，而是阿莲。但是咱们现在也知道，小白碰到阿莲同样没好果子吃。这下阿莲还在假惺惺中的要解救小白，小白让他去找个锋利的东西把绳子割开，阿莲也不再犹豫，留下一句我还会回来的就闪人。
人了。之前咱们说过，阿莲睡觉时手里都握着刀防身，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咋就掉链子了呢？可小白也没想那么多，他屏住呼吸，尽量不发出声音，等待阿莲回来救他。阿莲当然不打算救小白，他找到了工具男友夜行者，夜行者还在地上用树枝画出了奇怪的符号，胳膊手掌想请撒旦找到小白的下落。阿莲看到这一幕更闹心了，夜行者还真把自己当成撒旦家的傻儿子了。阿莲赶紧告诉夜行者自己已经找到了小白的位置，赶紧去给老娘把他做掉。等候多时的小白终于听到了脚步声，来人自然不是阿莲，而是夜行者。可还没等夜行者开始装逼，叮当叔居然也从一旁的树丛里走了出来，小白一下子就蒙圈了。这俩人还要先皇城 PK 一下，谁赢了谁能杀我是吗？夜行者看到叮当叔之后更兴奋了，在杀人犯这个圈子里，叮当叔就是 SSR 一样的存在。要是有幸跟叮当叔干上一架，向他讨教一二，出了红木营地起码能吹1年。要是下手重了，直接干掉了叮当叔，简直能吹一辈子。于是夜行者二话不说就莽了上去。就在两个人打得正欢的时候，被吊在树上的小白利用反复横跳之术抓住了旁边的一棵小树，挣脱了陷阱。看着还在掐架的两人，小白大气也不敢出，连忙溜了。此时两个男人背后的女人也见了面，阿莲发现了躲在一旁观察的黑妞，他之前就知道黑妞有问题，于是二话不说直接跟黑妞撕了起来。阿莲怎么说也是个健美操教练，身体素质肯定比黑妞好不少。黑妞就算有整容天赋，也架不住阿莲的攻势，被阿莲一棒子敲下了线。收拾掉黑妞后，阿莲继续关注起夜行者和叮当叔的战况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叮当叔好歹是个越战老兵，而夜行者是个被小白反杀2次的弱鸡，打得过叮当叔就出轨了。看到夜行者被穿了冰糖葫芦，叮当叔终于喘了口粗气。可当他看到小白已经逃跑之后，很是不爽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拖着瘸腿离开了这里。他的目的地自然就是眼镜姐的房间。眼镜姐还在做着祷告，她好像对叮当叔的到来一点都不意外，还问起叮当叔为什么要重回红木营地。从两人的对话中，我们终于得知了14年前屠杀案的真相。当年他家夏令营的眼镜姐一直被其他同学孤立，就这样，他和同样不受人待见的叮当叔互相看对了眼。叮当叔还向眼镜姐承诺I'd do anything to protect you. 但是叮当叔怂了，他没有兑现承诺。面对不停嘲笑自己的同学，眼镜姐决定亲自出马。原来14年前大屠杀真正的凶手是眼镜姐，她早就听过叮当叔的过往，故意把所有受害者的耳朵割了下来，穿成了项链，塞进了叮当叔的盒子里陷害他。随后眼镜姐又毫不留情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，制造出自己幸存者的假象。最后在审判中指控叮当叔，尽管叮当叔大喊冤枉，但人赃俱获，没有人相信他。叮当叔被带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，在牙医上派的电击治疗下，叮当叔的记忆错乱，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射不射的杀手。知道真相的叮当叔眼泪掉下来，没想到自己在越战时躲过了枪林弹雨，却没有躲过心上人的算计。I am the monster you made me. No. You were just a guy who was in the wrong place at the right time. 此时特长哥和大壮也找到了阿莲，3个人听到了枪声。特长哥以为是眼镜姐遇到了危险，前去查看。大壮则带着阿莲去浴室门口开车。特长哥来到了眼镜姐的房间，看到毫发无伤的眼镜姐和倒在一旁的叮当叔，他内心狂喜，这个杀人魔终于死掉了。You actually killed him. Right after he killed you. What? Oh, that feels so good. 眼镜姐14年没有感受到杀人的快感了，看着尸体还热乎着的特长哥，眼镜姐兴奋地割掉了他的耳朵。可当他准备割掉叮当叔的耳朵时，发现叮当叔居然消失了踪迹。难道说叮当叔和头大哥一样，也成了不死之身吗？我们再来看看帅帅的情况。从厨房逃出来的帅帅在营地里寻找其他人，却狭路相逢遇到了叮当叔。为了跟死去的胖婶报仇，帅帅用尽全力把刀刺向了叮当叔，却被对方轻松躲过。看着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帅帅，叮当叔却并没有痛下杀手，反而放过了他。从陷阱里逃出来的小白和帅帅重归会合，他们一路赶到了浴室门口，发现眼镜姐、阿莲和大壮3个人也来到了这里，但是大叔的车却爆炸了，所有人唯一的逃生希望也随之破灭。眼镜姐告诉大家，之前她遇到了叮当叔，多亏了特长哥的搭救才逃出升天，然而特长哥却死在了叮当叔的刀下。影片的最后，让我们把镜头给到黑妞，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此时阿莲和叮当叔已经不知去向，只剩下了夜行者的尸体。以
上就是美国恐怖故事第9季1984第4集的内容。原来14年前屠杀案的凶手居然是眼镜姐，而夜行者和金刚叔都获得了不死之身。加上之前的头戴哥，这3个人到底是人是鬼？剩下几人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？众人能否发现眼镜姐的秘密？复活后的夜行者是否会再次去找金刚叔的麻烦？本期视频转发过2000，第5集更新就在明天。拜了个拜。